L 的 RPM 会拉到比较高的，而且会轻一点点，好像 Sport Mode 的感觉哦。哦。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跟金软冲上营销系列啦。我上个影片试驾 Exora 1.6 Turbo CFE 来到这儿的哈，哎呀，爱的人 MPV 啊，你下上山干什么呢？来这辆车我就是要试一下，大概可以怎样嘛？是不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我们上山 ，Let's go！ 这辆车的引擎设置是原装的，只是加了 Ultra Racing Bar， 有 Front Strut Bar， 下面的 Subframe 啊，后面的 Enduro Bar， 大概我们叫 Stage 2啦。我们车主在隔壁 ，Kelvin， 你好。非常感谢你这次让我们观众看一下 Exora 上山。我觉得好像马来西亚没有人拍 Exora 上山的影片哈，尤其是像我 POV 这一个。You know I'm the first Malaysian Chinese 的 POV test drive， 我当然要做第一个嘛，是不是？这辆车的储物空间啊，真的是一级棒啊！你讲，真的，它很多。是哦，好像我没有看到哈，这辆车有2层哦，下面还是可以开着，然后有一个 Direct Hook， 吊龙。它还有给 soft close， 不错啊，这个。大已經急抵食，但是缺点就是没有 Hill Hold， 其实没有。没有关到门。哦 ，OK， 没有关到。哦，我没有关到这边。OK， 谢谢你。OK， 锁门，没有 Hill Hold Assist。OK， 这辆车是依据 1.6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啦，我们叫做 CFE 啊。然后我们以前 Exora 一出的时候是一个 1.6 公升自然吸气哦，当年就很多人吐槽，哇，没有力啊，尤其是 4AD 啊，真的没有力。我看到0到100大概18秒哦，大概啊，这辆车原厂有 claim 大概13秒左右啦。有一粒 turbo 再去 soft turbo 小粒的，大概打一个0.758左右呢，已经有一个205的牛顿米的扭力，还有一个138的马力啊。我就把广播车关掉先，忘记了，可以传给你，比较好，不要让这个压缩器有任何的负担，这样子哦。前面是一个麦花臣的设置，后面是一个扭力2 torsion beam。我真心觉得哈，它的这个设置。觉得这辆车应该不是很好，但是谁知道我驾起来的体验现在相当不错。我可以跟你讲哦，SD 嘛是笨重，但是它灵活性不错。这辆车是灵活性比它更好，然后它的加上感觉它不会左右晃动啊。如果严重来讲，是它不会太软了，在坐船的感觉。哇哦！你看，我随时一脚油门 pick up 啦，我肯定是比它好力啊。你看我的转速提高得很快，看到了吧 ？VD3 啊，换 CVT 啊。哦，这是 MPV 咩？我都叫做 PV。哇，那个动力，哎呦！后面有一个这么快的那个 Civic， 我给你去一下啦。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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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ic， 要不要我？感觉怎么样啊，小斌？对你的车满意吗？这个动力，我觉得我很满意它动力，只是说，算不错了，算很好了。这种价钱买这种的动力，是就在国产车的级别里面呐，这个价钱，有这个动力已经是很开心一下的。只是说我觉得这一代有一点可惜啦，因为上一代也是Turbo的，就是 Pre-facelift 的那一款小改款之前的 Exora 它是有一个 SAT 的模式哈，那来到这一个就没有了，它一直有了用 L 的这个模式。Come on Van， 我知道你载客人，但是你看它的 body roll， 不是我的 body roll， 不是我侧倾，我觉得这辆车我可以接受，还好啊。还不算大哈，一脚油门踩底，
哇，转速马上提高那种感觉。它的顿挫是在你一踩完，它差不多1秒才来的。哦，对，这个就是多段的，我们讲的油门反应哦，它比较迟缓一点的哦，所以你就是在过弯之前呢，你就要先把油门先准备踩底，先把它的动力啊转速先提高啊，这样你出弯的时候呢，你才有那个 response。所以我们加这样多山路哦，其实动力不是最大的需求，你知道吗？当然动力也是要有啦，你不要好像660没有 turbo 啊，就是 OK。当然动力也是要有一定有的，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讲什么 response 是很重要。是很多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塞车，我真的不明白。这很简单，你看到那些罗里啊、巴士啊，尽量能够早出就早出，不要跟着到后面，因为真的是会，你想出的时候啊没有机会啊，你要等啊，慢慢等这样子。对。我很早过来嘞，8点2了，你知道吗？现在几点？8点半了。9点多来。我差不多9点了。这样车很好驾的一点就是你把转速大概维持到3到4千转哦，已经是很不错了。你不用 CVT 也不用把它一直踩到底哦，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有时候。这辆车它的 RPM 你维持在4500就很有力就够了的。对，你超过5000是没有用的。哇，我烧车，这是啥 ？Camry 哦，怎么最近我看到这样多 Camry 30载啊？就是我们讲的0多年那种 Camry， 就是哇大屁股啊，大屁股啊，就烧掉了。哎，不是大屁股，比大屁股更旧一款的，比较切线一点的后面。哎呦，我知道你很有力啊 ，Vince， 举报你啊！全马最大马力的 Civic 吧 ，F1， 我之前试驾过的，劲超一样，真的。我最大看这马力啊，上到310匹。哇，给一个 CVT， 可以吗？是哦，它也是 CVT， 它的多少？它的多啊，400多，超过400多。你那是什么？450啊，忘记了。这两个多最多的那个压箱是顶到230。230，啊对。这样 remap 上来不懂那个速度怎样啊？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下，有没有人 remap？ 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朋友 remap 了。哦，有朋友 remap， 然后感觉怎样？反应很快，就是更有力的感觉，就是原装已经不错了的，它的 boost 把它提高就可以了。哎呦，那个差不多1了。安哥刚刚驾的不错的，一到下山还落掉了那个，你看它踩 brake 是很重啊。这个弯很多人不熟啊。其实这个弯真的是不能拿线的，你不能跟着线的，很难驾。不能走线的，这走中间就好了。很危险。看安哥。哇，这个方向盘的转向幅度有点大，如果再像 Persona Iris 少一点点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没有这样吃力啊。没办法，因为它的方向盘比较小力，它不大，而且它也车身比较长。对咯。没空啊，不要打电话来。哎，不要 Fire 4-wheel drive 哦。对。有哦，有这样的，这 spec 很少。哦。对，它有力哦。是哦。有力哦，我觉得它3.5的吧。为啥它这么高？B6了的哦。讲2.5的话，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动力吧？雪拐挡路，唉，不好意思，加不要发现 Alpha 很多都是喜欢我行我素啊，真的。我的路来了，你有办法你跟我，是不是？你这个Magician的表也不错哦，可以读到那个 oil temp， 是不懂准不准啊？但是至少还有给你读一下。应该准啊，因为最高有看过差不多80多，接近90度了。哎，你要去哪里？他不懂，驾车不好意思啊，我比较粗俗一点啊，但是道理是哦，你驾车跟你做人一样，你要给人家 signal 你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你要走直的，还是你要靠左，还是要靠右？你不要走在路中间，你知道吗？很辛苦哦，后面的人，我鼓励唔到噶，大佬。除非你给信号啊，你给我知道你要去哪里打，那你又不打我。看我那个油门3000转这样的，大概58%的油门踩下去了。那个地是什么意思？哦，我超过100会响一声。哦，OK。不错，真的不错。如果说你在 Estima 有这样的这个扭力跟马力的话哦，上山真的是一级棒啊。那台 Estima 是2.4，哦2.4，那旧款的。但是扭力有220多，讲都是2.4。车比较重是吧？它车1800公斤，哦，它比你这个重，这个1400多，1500里面啊。当然我知道这两个车不能拿来比较，因为我的印象还在停留在昨天的 Estima， 我昨天才叫 Estima 不了，所以我一直可能会拿 Estima 的这个 MPV 啊，这个印象来比较一下，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硬拿国产车来比啊，只能比的话就是 Elza 嘛，是吧？但是我就跟你讲 Elza 的这个动力就真的欠佳了一点。无缘无故的开 block， 我跟你讲，开 block 就是他看到那辆跑车，哎呀，我刚刚打到 D 上，因为我打到 N 哦，我不是一直在 L 吗？没有，刚才你在 P。我这个 L 比较有力哦。L 的 RPM 会拉到比较高的，而且会轻一点点，好像 Sport Mode 的感觉哦。RPM 没有什么会掉的。L 上山比较爽哦。我跟你讲，这个刹车可以哦，后面 disc brake， 前面 disc brake， 它比 Estima 容易刹得住。我对 Estima 好像怎么刹都刹不住，很辛苦，你知道吗？我很怕，不然就是要提早很多。好像我这样子踩哦，它不会停的哦，对，所以有一点怕，真的很怕。这样子可以哦，刹车啊。有，哎呀，后面的 4x4， 我要割车，可以让我超吗？可以让我超车吗？你不要在我旁边可以吗？辛苦哦。他踩油 OK 的，如果他一直待在我隔壁啊，我就很逼切了。喂，大佬，我想揸快車啊！可以割两。不过讲真的，如果我这样子想象啊，我把人数载满啊，是 OK 的哦，有力上的哦。之前我做阿信家的那个 Exora 的波，阿信很斯文，还不错啦，至少他看油门踩到底啊，油门踩到底就可以了。像现在这样，这个旋环，哇，看到吗？刺线过来的。好，我真的有时候不明白这些人家车怎么，明明这个线就是你自己的，怎么你要去霸用人家的线？就是因为我在后面嘛，我没有在后面，你可以用。问题是，我的自然反应就是我又 horn 了，因为我真的很怕他撞过来，所以 horn 就是这样子用的。真的要提醒一下人家，不是我说我一定要按 horn。很多遍上山了，真的太多遍了。是。它的转速其实过了2500、2800，这样它的力就来了。哦，所以它容易加过 NA 咯，因为 NA 咯，你要顾得上吗？我加 Iris 跟 Persona 就没有得过，所以一定要等到它拉到4000转的时候，它才那个来力嘛。所以我很不喜欢，就是我一过来一个弯，我松开油门之后，它转速少过4000转。所以我的动力就要提早把油门下掉。但是如果你看它刚刚跌到2500这样左右的时候，德波不是有了哦，像不错，可以啦，打压可以，不错了。
哇，这个 X3 很敢跑一下，好像不错。我们跟他的线一下，这个弯推头的这个弯会推头的，要吃对线。一定很奇怪，这个 Exora。很硌你知道吗？问题是，我给阿斌去跟他玩啊，阿斌比较有力啊。快哟！这个 X3 有力了，他敢去，重点是。下雨天这辆车不容易在 high rep 的，是呗，high ref 啊？怎么了？它会打漏。哦，它的那个轮胎会打滑。有试过一次在路口一下滑。啊，这种地上滑的时候就要注意咯。是。车多的时候就是要bandai带拿那个 line 了的啊，就像这样，不然拿最里面了的，没有办法，太多车。他好像感觉到有一点轮胎打滑，他 cut 掉我的 power。哦，是，你确实可能没有关。是。你知道他操控，如果你比起 Estima 哦，Estima 因为我速度没有这样快诶，但是它好驾的那个车是，它操控哦，我可以跟你讲，它比 Estima 更加好操控，它没有这么笨重的感觉。是。它兰博利路也是有啊，这辆车有肯定没有这样陡啊。按底盘来讲啦，老实讲一句，我还是觉得 Estima 底盘比较好一点，这个不错了啦。如果你比起 Broadway Elza 那种啊，当年的 Broadway Elza 啦，日本才是日本车哦，有时候啊，是日系车，然后你要拿德系车，德系车又更好哦，不一样的东西哦，市场。Not bad， 我可以跟你讲。有力的这辆车真的，我不懂我要讲多少次。如果这个引擎的动力数据的波配上手排版，我跟你讲会飞哦，这个 best 哦。不要过来啊！哇，打漏了，看一下你。他很肯把那个转速拉高，一下子一踩就，看，真的那个转速高。OK， 你看我不松油门，我过弯，你看 no problem， 你只要肯愿意打 line， 油门下，一定是可以的。哎呀 ，sorry 啊，我的 camera 掉了，可以拿到吗？拿到。OK，so sorry man。哎呀，反正要到顶了，不用紧了啦。因为Kelvin 有做过定啊，所以我的 camera 粘不到 3M 不起作用。一定打入了的。那ESC灯没有闪一下哦，刚刚。它收发还好，换了这打压没有闪过。哦。原装打压一直闪。打压重要。不过我这样子上山的话哦，次油一下哦。是。喂。今天天气很好啊。我喜欢这样的天气。是。对德国车的我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哇，我 before 我出弯已经把油门下到底了，很有那个动力保持在那边，因为转速已经是在2500转、3000转啊，我再把油门踩下去的话啊，看油门下。What is this? MPE? MPB 吗？敢跟 Elza 来吧，我跟你讲。你上山有力吗 ，Elza？Let me show you what is turbo。踩弯。
OK 啦，上到顶了啦哈。OK， 我是事先讲一下啦哈，这个 Kelvin 是有 claim 过牙响的，就讲他换过一副牙响的，跟 Proton 原厂的，换了之后不错啦哈，就是比较安心一点啦。你讲真的，这个换 CVT 呢，有一些致命的问题是在于可能久了之后有一些东西是要换的，比如说它的那个玻璃啊。Loss pressure 有2粒，然后到了年龄的话呢，就要去更换。然后第二点就是它是跑 clutch 的，有离合器的一个 CVT， 离合器还是到了一个寿命的话，还是一定要换的。所以这2点啊要注意啦。但是无可否认，换 CVT 在我驾了这么多 CVT 里面呢，我觉得它的动力传输来讲都蛮不错的哈，蛮直接的。就好像你今天加一个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它是 torque converter 嘛，跟你加一个手排版本的车，它有 clutch 嘛，你会感觉到怎样都是手牙会有力。为什么？因为它动力直接嘛。这 CVT 是一个 VT3， 它其实跟 Previous 是一样的，但是很可惜这一辆是没有给这个换挡拨片，还有这个加紧的模式哦。同样个变速箱，如果你给的话，我觉得会很好用啦，因为它的这个绑定真的是很扎实。如果你们看回我之前驾的 Suprema S， 当然那个 Suprema S 是 VT3 Plus 啦 ，Previous 是 VT3 啦，但是它的换挡的这个速度跟它降档那些很接近 AT， 我非常的喜欢。这副引擎配上这副变速箱，上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油门敢踩 ，OK 的，这样子上。只是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油耗鬼啦，这个是一个快乐表，你也不要看它平均油耗那些骗人的。OK， 看全马最快，哇，这个 Civic 很快哦，有 reverse camera 哈，打斜停，等下我拍个照哦。MPV 上山了。不是每一次有的看的，我的，就好像我试驾4x4这样子。OK， 非常感谢Kelvin ，OK 吗你？有晕车吗？有，没有？有。你考虑了5秒钟。对的。2次是开完全部门。是。它原装是没有这样子的，你可以 setting 的。哦。好了，今天是愉快的星期天啊，驾这个 MPV 享受的把它开上山。虽然今天车有点多，时间有点晚了，终于可以试到 Xora 拍一集的影片给你们看了。其实你们要知道，不是我说要借什么车都有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可能去开口去问车主，你能不能借我这样子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种测试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让你去这样踩车。所以如果车主能够愿意借车出来，他的心胸是非常宽阔，他也很乐意去分享他拥有的东西。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让人家碰他的车，这个是我了解的。那种语气，你可不可以试驾什么车？那个语气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最不能接受是什么呢？拍这个车，拍那个车，几时要拍什么车？大佬，这个车我拍给你看，我不是应该要拍的，你知道吗？会员进没有？有进会员的话，讲话可以大声一点。希望大家会喜欢，记得点个赞。好了，各位好，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